怎么还没醒？原想着你若醒了，便去给你熬碗汁鸡汤，可你若总不醒，只能去给你煎药了。别煎药。之晚，我想喝鸡汤。我去炖。你还来得及把这本诊中记看完。耳聪目明的，可不止你一个。再给你盛一碗。饱了。那你好好休息。我睡了一天，早就休息好了。要不是小鹿拦着，我还跑着去帮你抓贼呢。你陪我聊会儿天嘛。那你还跟我装？我想喝你炖的汤嘛。阿慈，你这个小傻瓜，怎么还这么笨？明明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还想着替我去挡那些毒针。我不知道那些针上有毒啊，更何况，就算是我知道，我也会为你去挡针的。我相信，你我异地而处，我要是有危险，你也会为我挡针，对不对？估摸着今晚景县尉又要陪我们家小姐了，不用去瞧了。这我们家公司也辛苦一天了，也得休息啊。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我们家小姐是因为景县尉才受的伤，景县尉照顾她2天晚上，怎么啦？这什么呀？哎，要不你陪我去那儿看星星吧？顺便你给我讲讲你们家公子以前的事儿，好不好？走。哎。安全。没想到，清河经营多年，竟然让景子
子那小子给毁于一旦。主人别太担心，虽然沁河被毁，但主人的局都已布好，你只需回京收网即可。糟了，我的牌不见了，不知道会不会被景慈那波人捡去。哼，捡去又何妨？那块令牌是给你们在沁河方便交流信息用的，又不是叶王府的令牌。捡去能证明什么？阿慈，在你是景慈而不是景之丸的时候，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，不肯再理我？你记起什么了？没什么。在我昏睡的时候，我做了好多梦，但我知道那些梦都不是真的。梦里面，我好像从小就跟你在一起，你还想要把我嫁给别人，这怎么可能嘛？你觉得不可能？我已经仔细比对过了，这绣花，这样式，还有这针脚，分明就是一样的，一样的丑。其实也还好，并没有那么丑。这个荷包也是我绣了送给你的吧？你根本就舍不得我，一直把我送你的荷包带在身上，怎么可能舍得让我嫁给别人？你说送你荷包的姑娘已经嫁人了，莫非是指我跟穆北烟的婚事？不是。怎么可能不是？我明明没有嫁人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和穆北烟定了亲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跟穆北烟说好了，这婚事不作数的。这个你都跟他说了？那当然了，我认定了是谁，那就是谁，不可能是别人。之婉，我想知道，以前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你收着我的荷包，却不肯搭理我。其实没发生什么。你就不要再瞒着我了，你跟我说吧，没准儿我听着听着就把以前的事情都记起来了。真的没有发生什么。其实我病入膏肓，无药可医，不想再拖累你。你吓唬谁呢？左妍希也这样吓唬过我。我并不想吓唬任何人。我的病的确没有那么好治，我可能已经活不了几年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更应该在一起啊！人生苦短，如果我错过了这么好的你，你错过了这么好的我，那岂不是连死都会留有遗憾？阿远，生病不怕的，我会陪你寻遍天下名医，治好你的病。真的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是见过的，熟悉的，是注定应该在一起的。也许上一世我们就彼此喜欢，只是不小心错过了。这一世我却更糊涂的把什么都忘了，但至少我记得我喜欢你，恰巧你也喜欢我。如果这样还顾及这个顾及那个，岂不是辜负了这一世好不容易的相遇与相聚？我不会放弃的。如果我们上一世没有能在一起，那么这一世、下一世、下下世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弥补我们从前没有在一起的遗憾。
停靠在你怀里，依然还会给我海阔天空的勇气当分离。终有一天再相聚，我的心还守在你这里。公子，这以前都是棉婉姑娘的活。是吗？是的呀，公子之前每次下厨必定会喊棉婉姑娘过来烧锅，别人想跟你搭把手，你还嫌弃呢。啊，我都忘了。公子也失忆了？失忆不失忆不重要，过去是怎样的也不重要。那什么重要？重要的是，如今他是阿元，活得比以前更通透，更肆意。他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并且一直努力去抓紧。我竟然还不如他，直到生死关头才明白，与其纠结过去，担忧着未来，不如把握好眼前，至少可以让自己一生无憾。这样啊，到时候公子娶了袁不快，哦不，袁姑娘，是不是小鹿也会跟着陪嫁过来？你就是密室里的那个刺客。公子，姐姐。公子，公子。一封给阿元，一封给丽妃，在我离开沁河之后再交给他们。这件事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，何苦还勉强自己写信呢？别让他们为我担心，尤其是阿元。若是有旁人问起，就说我有急事，才匆匆赶回荆州，不要提起我的病情。公子，我已叫人在角门备好了马车，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也好，再晚一些，衙门人多了，也就不方便离开了。公子，公子，姑姑，公子身体要紧，咱们赶快回京吧。好。把我以前绣的荷包落下了，把新绣的带走了，是不是说明他更喜欢现在的我？多看几眼，的确
也还好啊，不是很丑吗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请仙位走了。谁走了？请仙位今天一大早就走了，留了一封信给那个李大人，说是回京有急事。回京了？啊！阿慈，小姐，我问过了，他们都走了，连阿恒和那个恶姑姑都走了，行李全带走了。念七，哎，进来一下。是夫人。夫人，什么事？还有多久到？快了，应该还有1个时辰。小姐，没事的，他只是京中有事，急着离开了而已。对，一定是。小姐这么好，谁会舍得离开呢？我们刚到沁河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遇到了李大人，干上了捕快。如今走着走着，又走回到了这里。或许命中注定，从哪里开始，就该从哪里结束吧。小姐，你想在沁河干了几个月的捕快，也玩够了。我们回京。回京？对啊。阿慈都已经回京了，我们也应该回去了吧？听说我娘挺厉害的，一定能够摆平我的亲事。我一定会和阿慈在一起。你看这京城来的就是不一样。是啊，哎，你看这多气派啊！是啊。什么时候我也能坐上这样的大马车？说的也是。怎么了？衙门里又来贵客了？啊？怎么了？阿元呐，快进去吧，袁夫人正等着你呢。
大小姐。小姐，快进去吧。我的女儿，永远是最美、最出色的，即便做个小捕快，也是最好看、最聪慧的小捕快。可是，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总觉得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。母亲一直在找你，在担心你，你知道吗？母亲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逃婚，但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小贺王爷是个怎样的人，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个怎样的人。所以母亲给你时间，让你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。我听说你在沁河扮男孩子抓小毛贼，抓得挺开心的。你是不是宁愿做个小捕快阿元，也不愿做元府的清离小姐？我不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会那样。那些据说跟我很要好的蓝颜知己，我瞧见了就厌烦。也许以前我真的很喜欢他们，但是现在我听着他们讲我以前的事情，就好像是听着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一样。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是不是弄错了，我根本不是冤亲离，可是一个人两个人认错也就罢了，不可能元府上下所有的人都认错吧。母亲当然也不会认错自己的女儿，对不对？我当然不会认错自己的女儿。千真万确，你是我的女儿。母亲既然说是，那自然错不了。你跟以前的青离啊，完全跟两个人似的。母亲，京中有没有一个姓景的公子啊？叫景慈。倒是没有听说过。不过，景这个姓倒是不多，回去慢慢打听，总能打听得出来。你找他做什么？我喜欢他，特别喜欢。我想跟他在一起，一起携手到白头。好啊，只要他人品好，能够一心对你，母亲没有意见。你跟穆北烟的婚约，我去跟皇上说，结了便是。谢谢母亲。大人，景大哥，丁大哥，若日后有空来京城，我请你们喝酒。下官谢过袁大小姐。小女承蒙李大人照拂，妾身再次谢过。等我带着这个孩子回京，定当有所报答。不敢。袁大小姐在县衙对本官帮助颇多，
本官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走吧。撤！大人，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这个阿元是袁大小姐，那个名扬京城的袁大小姐。我感觉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边来了一个仙女，又接走了另一个仙女。景县尉走了，这阿元也走了，我们这个县衙呀，太清静了，太破落了。左大夫，公子怎么样？我已将毒素清除，只是这次发作的有些厉害，需好生调养些日子。好，我会好好看护他。他把解毒丸给了阿元，是，差点又害了自己。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傻呀？同一个地方，究竟要跌倒多少次，他才肯放手？我觉得他这辈子都不会放手了。真要被那个丫头害死吗？左公子，皇上传召。小王爷，襄阳侯府、靖西侯府派人前来举哀。让我那几位堂婶去接待一下。我看这些账册，头都看大。博王殿下又送来2盒补品，说是怕小王爷这些日子哀痛太多，伤了身子。我已经命人收下，并代小王爷道了谢。博王向来跟我爹亲近，跟我却一般，突然这么殷勤，恐怕不是因为我爹是他恩师的缘故吧？既然他有心示好，您何不顺势承他的情，跟他走近一些呢？笑笑，你不懂啊。便是我有心去辅佐未来之主，也不会挑博王。难道挑叶王？他跟小王爷您是好友？好友？哼！我的这位好友，从我出事之后，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倒是妍希能在府里帮我搭把手，她为人又细心。这会儿她去哪儿了？微臣参见陛下。免礼。是。听说你今天刚去了端侯府，阿慈突然回来，是不是旧疾又犯了？天气转凉，气候不如京城舒适，端侯不适应，的确是犯了旧疾，所以连夜赶了回来。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省心了。陛下请放心，我已给端侯开了药，相信很快便会有所好转。我今天找你来呢，还有另外一件事。陛下请吩咐。自从朕登基以来，河东继往，借口忠于前朝，对我大雍屡起战端。去年一场大战，朕愈加亲征，也没讨到什么便宜。幸亏有穆中、陆慈安相助，
才保得江山无虞。没想到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穆中和朕就阴阳相隔了。陛下对义父的恩典，义父生前也一直感念在心。不过，穆中的事情倒警醒了朕。如今朝堂并不太平，你马上安排飞廉卫，保护朝中重臣的安全。微臣领旨，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陛下所托。小姐，小姐，贾公子、易公子来了。在哪里啊？夫人让拦住了，没让进来，说先问下小姐是见还是不见？不见，不见，不见，都不见。是。哎，给我吩咐下去，以后来找我的年轻男子，无论高矮胖瘦，是美是丑，一概不见，一个都不许放进来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打听到了，打听到阿慈的消息了。就前几个月回来一个端侯，也叫景慈，但见过的人很少。然后我就问了相貌和年纪，和那景县尉差不多。阿慈是端侯，既然是朝中王侯，母亲怎么跟我说没有听过？其实这个端侯吧，是皇上和景妃生的儿子。阿慈是端侯，还是皇子？嗯，我找他去。侯爷说了，不见。哎，你有没有弄错啊？是端侯亲口说的不见袁大小姐。是。不是端侯亲口说的，是知夏姑姑亲口说的吧？走，小姐，咱们就这么算了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一辈子躲着不见我不成？但愿这个死丫头能够就此死心。公子需清静修养，不宜劳神。待她醒过来，不许跟她提袁大小姐过来纠缠的事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泽生啊，阿慈毕竟是雍帝的亲生骨肉，如今他回归雍国，也算是天经地义之事。你让父王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向雍帝讨人，再把阿慈给要回昭州吧？但也不能放任景哥哥在雍国受苦呀。哎呀，你听谁说他在雍国受苦了？就算他未曾认祖归宗，他也是雍帝钟爱的皇子，他怎么可能受苦啊？知夏姑姑说，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。魏公公也亲自去看了，说他脸色不太好。郡主，老奴去看望时，正好赶上景公子着凉，所以才气色不大好吧？父王，我实在放心不下景哥哥。可是现如今，你想要阿慈回到昭州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。除非你去雍国。父王，我可以去雍国吗？
当年雍济大战，雍国落败，我们昭州便跟济国走得近了一些，还把丰绵婉嫁给了大将军李元。想必那雍帝早有心结。如果现在我们昭州主动示好，比如送人质入京，也可以主动的与雍国联姻。这样的话，待雍帝和你父王成了儿女亲家，那先前的那些嫌隙也就一笔勾销了。联姻？唉，像我昭王的掌上明珠，那雍帝也不敢怠慢。你若看上哪个皇子，说出来，他也必定愿意成全。父王，我愿入雍为质，与雍国联姻。哎呀，阿慈走了，你若再走，让父王怎么办呢？父王，我若去雍国的话，景哥哥自然会照应我，你不用担心。你既然不想嫁给北燕，此事倒也不难。只是此刻他正在热笑，不便立刻提起。等我悄悄跟皇上说好，让他去劝服北燕便是。北燕很讲义气，他已经答应我了。现在就等皇上收回那道赐婚圣旨。啊，那就更好。陛下，我带青离来请罪了。青离回来了。是陛下，青离当时实在病得糊涂，已经不大记得当时发生的情形。离京的这段时间里，青离的心智渐渐恢复，母亲又在旁教导了许多，这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，所以赶紧随母亲回京，向陛下请罪。你都说了，你病糊涂了。如果朕再治你的罪，那天下人岂不是会说朕不近人情吗？陛下，当日的那场意外，着实快毁了这个丫头。你看看她，现在像一截木头似的，嘴都笨了，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呢。她哪点像个木头啊？我看着聪明得很呢。听说你在沁河当个小小的捕快，也能够风生水起，办案抓贼，样样在行。等一下。刚沏好的茶，别烫着。起来吧，也没有什么大事，用不着跪着了。是。行了，青离回来了，这晚上睡觉，你可以安心点了。阿元回来了。
就知道，这袁夫人一出马，你这袁捕快定不可能在那沁河逞威风了。长乐，有你在，谁敢逞威风啊？父皇，有我在，这赵岩总是逞威风，他就是仗着我对他好，总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父皇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你呀，哪像个女儿家？阿元，你玩够了，终于舍得回来了。